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振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当川普告诉我们说，哎呀，90天。大家不要紧张，90天啊，我们先退回来10%就好。没有，现在是2到3个星期重启对等关税。那没有达成协议的这一些，你可能就在这2、3星期之后会得到一个新的答案。原因是因为呢，现在白宫告诉我们已经收到了18份的贸易提案了，同时他强调正在为中国跟他谈判达成协议来做准备，还说有啊，我们有在谈哦，谈得很愉快。结果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中方的外交部记者会直接打脸他，这位呢是他们的发言人叫郭家坤，直接讲这些都是假消息，假的，我们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谈判，你更不用讲什么协议，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可是呢，昨天李维特怎么讲的？白宫发言人昨天的讲法是说啊，其实中方也跟我们一样啊，他很需要这一份协议啦，他们也不过就是大得多而已。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前贸易代表他说，你们所谓的大得多这个市场，现在两方的状态是什么？来听听他怎么说。China needs to make a deal with us. We don't have to make a deal with them.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any other country except they are much larger. My goodness, we have benefited from our imports from China. They've benefited from their trade with us. Why do we give that up? When he says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well, he has enormous 145% tariffs on China. Is that how he treats all of us that are outside the border? I think this is a big mistake. 他很明确的讲到了，就是我们其实也从中获益良多啊。那为什么要阻止这样的获益呢？145的关税，其他国家有这么多吗？确实啦，川普自己也讲。高了点啊，高了点，所以现在要开始考虑调降了。这一调到哪里呢？他说有可能会调到50%到65%。好，昨天这个话一讲出来之后，哇，市场信心激励呀。可是有人就开始讲了，这不就是先给你2对，然后呢再给你稍稍抬起来呼一口气，你就觉得好像备受恩宠吗？其实这一波的关税战是不是已经激起了某些人的所谓民族意识？但你来看到的是现在说呢，在大陆这边他们散户是涌入市啊，要干嘛？要扶盘抗美。餐厅里面呢，美国牛现在通通给它搞成澳洲牛。还有的是什么？还有的是在这一些的零售业者的部分也讲绝对不低头。结果呢，现在是美国这边的一些零售龙头纷纷的进到白宫里面了。昨天呢，3大零售商包括了 Walmart、包括了 Target 还有 Home Depot， 通通都去跟川普讲话，说小心啊，你这样把这个中国这个关税调得这么高，有可能会攻乱我们的供应链。好，毕竟呢，现在传出 Walmart 全球采购商品60%来自中国 ，Target 也有30%，这一些就是会影响到他们内部的稳定，整个市场的供需价格。而且波音现在也已经证实了，确实中方现在不接收波音的飞机，因为呢，他们有新飞机飞到，结果中国客户告诉他们，因为关税的关系，现在我们不收了。目前至少有3架必须要飞回美国找其他人来买，所以也传出《华尔街日报》的想法是这样，他说。其实川普他从来都不断的在讲中方啦、习近平啊、好朋友啊，他真的没有想要孤立中国，只是啦内部还是有一些对华的鹰派，所以呢，对于他来说，他的行事风格来说，到底谁会先稍微软一些些，然后或者呢是开启这个敲门砖，目前看起来好像最大的希望仍旧喊停的就是川普，他得自己找到方法。财长贝森特呢，现在其在一个闭门会议当中也提到了，说跟中方的关税战打下去，大家都动北调，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都在想方法如何缓和紧张。这个场合有没有可能可以有一些对话？这是在 IMF 呢最新的一个会议，人行的行长叫做潘功胜。
目前人已经在华府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场合遇到贝森特，可以稍微先会一下，先讲一下？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许有可能有一个转圜的空间，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小窗口。但是这一些的谈话，克鲁曼告诉你，别上当了。好，原因是因为他说了，先前川普呢节拉高，然后现在突然之间说，哎呀，这个太高了，我把它往下降。他认为这个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反而认为这个是要投降，所以对于美国的处境来说，也许会比他先前拿起关税大刀之前还要来得更糟糕。美国内部确实有民怨，包括了12个州现在群起攻之了，像是伊利诺啊，或者是纽约州啊，或者是免税州奥港，他们全部都站出来说这一些的关税是害惨我们经济，要求法院要立刻停止。而且呢，盖洛普的4月最新民调也告诉美国白宫，50%的美国人开始在抱怨口袋里快没钱了啦，还搞关税。会不会造成另一波的通膨上涨？这个是大家最在意而且最害怕的一件事。所以回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现在川普的讲法是2到3个星期里面，他要重启对等关税，那不等于那个90天也没了，10%也没了，这一下是几%不知道。所以大家都让他一个人去玩嘛。我觉得他这个结果就是大家也懒得跟你谈判了，所以你看那个谈的事实上都不太顺啊。欧洲也没有进展啊，日本也没有进展，那印度只拟出一个议题的框架，基本上对于税率要不要退调整都没有讨论，都没有，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有谈到对等关税的税率调整，都没有。你说触及核心没有，而且也没有触及贸易逆差我如何弥补方案都没有。只有越南说哦，不然我今年进口200亿了，好不好？结果美国的回应是，那我就观察看看。我怎么知道你会做到？那我认为川普不断的在放一些虚无缥缈的消息哦，对，有2个用意啦。第一个就是他不要让人家觉得他已经被中国打倒了，所以他就不断的说啊，我们还在谈哦，有进展哦。事实上根本没有进展。我跟你讲，中国的态度非常清楚。你给我回到4月2号之前的状况。中国的地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跟他谈说什么？哎，我们有进展，不可能有进展的，因为这个叫做买空卖空嘛。中国大陆不可能让你有买空卖空的空间。你要么就回到4月2号之前那个状态，让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是的。真的就是这样啦！你看，连我们那个都岳老师都已经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观察就是如此了。因为我们同文同种嘛，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的一些政策的发言就是这个立场。那川普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就一直在糊弄啊，说我们还没有输啊，我们有进展啊，那其他国家也有进展欧盟、日本都在谈，即将有结果，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为了骗金融市场，骗金融市场，那不就套？你想一想，如果中国这么硬，然后广为周知，金融市场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吗？所以他就在忽悠嘛，说，其实我这个 idea 不错哦，各国包括中国在内，跟我都有在谈，都有进展啊，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所获，就利多出来了。他就是这样啊，不至少。政治上，他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他被击败吧？是啊，那个发言人啊，卡洛琳啊，或者贝森特，只好跟着讲嘛。实际上全部都是假的啦，全部都是假的。我这样一路观察过来，我也观察了3个礼拜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会说谎的政府。从4月2号到现在，大部分的讲话都是假的，都是胡说八道啦。然后他现在又说了啊，2、3个礼拜。搞不好对等关税又要开始了，那个暂缓90天又是假的，你这样人家怎么跟你谈呢？是的，那能够治他的真正的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啊，因为目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不方便跟他造反了，所以很不幸，受害的就是美国的老百姓，美国一定受害最重啊，是，那接下来就各国嘛，各国的受害不一啦，可是会越来越辛苦了，就是这样了。因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反应最快嘛，所以
我认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市场立刻再跌个20%啦，那大概就解决了。他那啦，大概就解决了投资人都不知道晚上怎么睡觉了。来，请教岳老师会怎么看？我接着讲哈，这个里面实际上的情况的话，那个李维特先强调啊，他们这个白宫里面的这是一连串的谎言啊，谎到自己都相信自己讲的是真话啊，就谎到这种程度啊，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一开始啊以为啊有一个比喻很好了，就是美国人是在打这个梭哈了扑克牌，中国人是在下围棋了。啊，这个说话当中的话呢，先是 bluff 了，先吓唬你一下，然后再bully啊，要欺负你嘛。然后呢，这个中国本身下围棋就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慢慢围起来。现在感觉到，昨天我听到消息啊，就是这个股市大涨以后啊，听到这个川普好像认怂了以后啊，我唯一难过的是发生太快了，我希望围得更紧一点，要把美国这一次的整个的压到水里面去。啊，结果后来他还好了，这个人的话呢，糊里八涂的，他又傻又笨啊，又坏，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自己现在开始讲啦，啊，50-60，大陆怎么可能接受这个50-60？你要知道，大陆跟美国做生意能够有10%的利润都不错了，怎么还50-60被乱加？你根本讲是没有用的，是这样讲这种话。我刚刚之所以听亮哥在讲，我忍不住讲，因为我们太了解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啊，你跟我做生意，你只要骗我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大陆现在对美国就这个态度，郭家坤里面讲的，所有人大家平常要是看大陆，大家平常看大陆的新媒体就会了解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说是这个克鲁麦刚刚讲，上一次讲到就是说，川普拿了个刀挥一挥，人家是准备了一大堆的机关枪，那么准备对你扫射。BBC 讲的非常强调，讲说这一场贸易战当中的话呢，就是大陆有5个原因，它一定会获胜。第一个就是制度，他们没有这个改选的压力。啊，那到了明年2016年的11月份，他有其中选举，所以川普搞不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很有经验，他知道该怎么应付，因为他是被整的最久了8年下来的话，原来态度非常好。然后第三个是大陆投资未来的科技，这个科技大爆发了，就心里要了解，在这个大爆发，我现在讲都是工具箱里面的应付这个。然后第4个的话呢，就是川普本身啊。对于股票，对于股汇债3市的下降，殖利率的上升，他自己会怕的。为什么？因为他底下的金主所有的人，包含他自己，都是爱钱如命的人呢、他自己会了解到。就刚刚燕莹都讲了说，哎呀，不能够再跌了，因为这个发生的影响对于所有的人生的荷包都影响很深。最后一个才是稀土。啊，现在的话呢，整个发展的过程，在 BBC 讲的这里面的情况之下的话，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始终觉得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一个文化上的较量。这个文化上的话呢，一个用吓唬人的，另外一个用深层的慢慢基底、厚积薄发，然后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把你坐困愁城，要把你围到死为止。就是说现在发生的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啊，我觉得大陆上上下一心啊，士气高昂。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我讲这个道理啊，因为在属于这个文化圈的人都听得懂。你现在讲的这种讲说，我跟他关系好啊什么的，我记得亮哥说一句话：国际关系没有人讲谁跟谁的关系好的，讲这种话就是关系不好啊。那他整天跟普丁讲，因为我就不好意思讲啊。那个川普本身今天骂谁呢？骂那个泽连斯基啊，不放弃克里米亚啊。这种事情他都做得出来。然后那个李维特讲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单独谈，因为美国现在谈的这个贸易战的关税，它其实是应用了这个博弈论里面的这个就是叫做那个好像那个罪犯的那个。就是好像是这个罪犯的本身来讲，单独谈的话呢，你就是这个叫做囚犯困境啊。你单独一个一个谈的话呢，就弄的条件，因为你资讯不发达，所以你就会接受美国比较苛的条件。但是因为中国一出来，让所有的真相都透明了，所以大家都发觉美国好忽悠啊，连越南、柬埔寨都敢忽悠他，对不对？245%的针管跟注射器，你美国到了下个月的1月就没有这些东西了。那是玩命的事情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真的希望川普稍微再强烈一点，再勇敢一点啊，再拼一下，那真的就完蛋了，美国大概就完蛋了。其实呢，他现在讲说，确实啦，145太高了哈，因为呢，现在《华尔街日报》传出他考虑降到50%或65%，但其实呢，在业界上面，大家的讲法是，你只要超过50%，那基本上就是已经无差别攻击了，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所以，请教一下舰长，您会怎么样来看？首先，你看他说，我把你拉到这么高，然后我说现在我可以降到50%，大家觉得哦还好，其实错了，这个50%是一个不得了的高，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听到亮哥有讲说，这个从4月份开始，这个4月2号，这个美国政府都在胡说八道。你说我们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但是2-3天前我听到他们一个官员讲说，
说我们这样子，他不是说胡说，他就是我们这样的改变来改变去哦，是我们谈判的手段的一种。我听到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我想说完蛋了。如果说我今天讲谎话完毕之后，我昨天这样讲，我今天这样讲，我今天说对不起，可能我认识错，那这种人大概还有救。但是我把这个我讲来改来改去，认为是我的优点，这种人基本上是没得救的，你知道？这是美国就他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你知道？他不认为他对不起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目前我们是被骗了好几次啊，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种东西，我问大家，你要怎么样跟他去谈判？谈判一定要有2个条件，你才跟他谈判。第一个是他讲话是可信的，就是说我知道你这样讲，我今天跟你讨论了半天，哎，结果就是这样走，这是一个可信的。第二个，你一定要有授权嘛，就是你来谈的人，你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川普去谈，那每一个人来谈的人就是川普授权我今天跟你谈定了，我回去跟川普报告就是这个样子，结果所有的你就会发现很多回去报告根本都不照他这样去讲，所以就变成这样，我一次被你骗，那对不起是我经验不足，好不好？我第2次还被你骗，我可以说是你坏，你怎么老在骗人？我第3次还被你骗，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笨。你怎么老在被人家被骗呢？然后川普到今天为止他有没有成就一件事情？那个最简单的，而且是叫做立竿见影的24小时要化解俄乌冲突的，你就算说真的实际有些困难拖一点吧，现在已经变成要甩耙子了，说我们不管了。你知道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件，我为什么简单？你知道，第一个，这只有2个国家的2个领导人，一个泽连斯基，一个那个普丁，就这2个人吧。第二个，这2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希望停战，谁不希望停战？谁不希望和平？都希望。就这2个人，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你去协调的人去怎么样去跟他们协调结果也是失败的。这证明什么？美国第一，你的实力已经不够了，人家已经不再尊重你。第二个就是你的立场，人家就会觉得你根本就是偏颇。现在泽连斯基说他偏颇俄罗斯，俄罗斯可能觉得你们美国一直在偏颇这个乌克兰呐。然后你再看看他最近的有一个民调，你知道，因为现在所有的总统新上任都有一个蜜月期，这个蜜月期大概就3个月。拜登当年上了3个月之后的大概是53到57%，53%57%还算中等。川普呢，最近呢，美国所有的民调公司发布的，所有的不管哪里的，他发布的都是从他原来上任的50%掉到了40%，大概都减了10%。有史以来在蜜月期下落最快的，而且目前是最低的。除了这个之外，13个州居然在控告他。那当然，这13个州控告他，这中间有3个是当初支持他的所以我现在可以用这么一个句话来形容川普，叫做内忧外患，而且一事无成。那未来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前景可言。好，其实呢，美国他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我认输，不可能嘛，美国人怎么会认输呢？来，美国现在呢还要告诉你，你这些都是不好的行为。他们现在列了10大损害环境、不公平贸易，这里面包括了中国、欧盟，通通都被点名。讲中国是说你的远洋渔船让人家这个非法作业，影响到人家安全。那欧盟的话就说你的龙虾关税等等等，而这一些呢，就是可能下一波的目标跟方向。那现在大陆呢？大陆现在当然就是你要跟我作对，你也跟其他人作对，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减一策略，有可能单方面的解除对欧盟的制裁。有人说这个叫做北京的魅力攻势，缓和欧中之间的关系。欧洲议会的这个议长也已经有跟中方大使多次会面了，所以呢，他们也说谈判确实进入到最后阶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真的最后整个市场是减掉美国呢？像是宾士他们的董事长就直接讲了，说我们电动车先前不是关税来关税去谈不拢吗？现在希望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公平的解决方案，重点双赢这2个字是现在大家想要的。好，包括了这个名车们的 CEO 呢 ，BMW CEO 呢，他也讲了，说新车型甚至还要加入 DeepSeek 的 AI 技术，那不就是所谓的中欧技术合作了吗？当
中欧越来越紧的时候，大家就要问，那美国呢？美国现在呢，在欧洲这一边，美企说好像有被另类对待哈，原因是欧盟现在依数位市场法裁罚了苹果还有 Meta， 哇，一个罚185亿，一个罚74亿元。当然，这里面呢都说它是市场的领先者，占主导地位。可是问题是呢，它有排挤其他人的问题，所以现在要给它处罚。那美国一听到之后，马上跳出来啦，说这个叫做经济勒索啦，甚至呢 ，Meta 也直接讲了，说是因为川普对于欧洲很生气，那欧盟就会反过来阻碍他们，而且是帮助中国。这个是 Meta 的首席全球事务官他的一个逻辑。只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其实呢，美国是主动发动这个关税战的那一方嘛，像是加拿大现在他们的巧克力企业已经要改从欧洲入货了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关税现在看起来不会停嘛。他们新的这一位总理卡尼呢也直接讲了，川普就是咄咄逼人，想要打垮我们，还想要控制我们，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让。而中方的驻加拿大大使呢，则在这个时候赶紧提出一个建立伙伴关系，来联合阻挠美国霸凌，这样子让中加之间有更多连结的一个说法。多国领导人呢，其实也开始都要中方访问，关键字就是合作双赢。大家希望面对川普的挑战有积极的态度。像是呢，中东这一边，中方呢现在也开始跟他们购买 LPG 了，就是呢来取代美国的产品。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怎么要把那一些有可能，比如说美国的油气啊，对我们美国这么坏，我们为什么要买它的产品？我们通通转到其他地方。好，那川普呢？川普他现在第一次的出访，除了教宗的丧礼之外，就是去中东了，去沙烏地阿拉伯、去卡达、去阿联酋。那这3个国家，当然长远来看，好像都是先前跟他们合作的一个类盟友关系，但现在呢，会不会在这一波的关税之后发生变化？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美国现在呢，其实又有新招出来了，这个叫10大损害环境不公平贸易，一个一个给他点名。不啦，他这个搞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规则是什么嘛，所以大家就是大家遵守 WTO 的，大家就一起合作嘛。所以搞到最后就是全球减1啦，就减美国嘛。不，因为只有你不愿意遵守 WTO 嘛。没有国家不遵守啊。那我们愿意用 WTO 机制解决问题嘛。比如说印度最近不是对中国的钢铁要课税吗？对，那课12%，对不对？对，那个就用 WTO 机制解决，是，所以这个就不会上升为矛盾嘛。因为有个规则嘛。对，那你美国不是嘛？你美国变成每一件事突然冒出来，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日本就非常不服气嘛，为什么你征我汽车25%？这是根据什么？我汽车进口税是0欸。那新加坡也很不服气啊，新加坡是零关税的国家啊，你为什么扣我10%呢？我觉得美国就问题在卡在这里嘛。对，那只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底气跟他硬杠啊。中国就直接硬杠啊，你给我退到4月2号之前。那这些国家不敢讲嘛，那大概10%就吞了嘛。那日本现在25%对它的汽车，这影响非常大，很伤这个大概影响 GDP， 至少会影响到0.2到0.3。那日本人其实是蛮生气的，可是呢没办法，所以呢现在他们也在讨论啊，说那要不要放点美国稻米进来这样啊？可是日本人是不会吃美国稻米的，也不会看美国。结果那个日本的亲美派只好说不然我们进口美国的稻米来喂猪了，好不好？我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因为日本人不可能吃美国米啦，那他就说，可是因为他的关税700嘛，这一点美国抗议有理啦，可是日本因为他人口老化，吃米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他是100%自给，所以日本就说，那稻米就让一下吧，那进去之后，美国又会说，怎么都卖不动，美国还要你保证销量，你知道吧？日本人不喜欢吃美国米，这样也不行
美国车要进来日本卖不动，然后美国就说：“你要保证销量啊。”这个叫谈判吗？你的东西我的民众不喜欢啊。而且以前很多人就早就跟美国讲了啊，说：“你起码也把那个驾驶座改到右边吧。”美国人连这个都不愿意。你这么骄傲，你凭什么叫人家开你的车啊？而且日本人的车也做得不错啊，他是零关税他直接让你进来跟他竞争结果卖不动啊，那你这要怪人家什么？所以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你看那个日本的例子，日本就是对美国还是有点这个是受到压力，还愿意跟你谈的。有些国家根本就懒得跟你谈的啦，你出来你出招我就出招啊。加拿大不就这样？搞不好卡尼还因为这样当选呢，就是搞那个爱国主义有票的啊。对，那欧洲接下来也是啊。事实上日本还是没有反制呢，是愿意跟你谈的呢。像欧洲人、加拿大人哪管你这个啊？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就从头杀到尾了嘛。那这个就是在比定力。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说跟美国那个是一块，另外就是都被美国无厘头的攻击，这些国家怎么办？对，他们当然会相濡以沫嘛。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基础叫 WTO。这其实跟亲不亲中无关啊。这个是在守护国际的规则。那中国大陆就跟欧洲啊很多国家就一致了嘛。那结果那个 Meta， 你美国那个在抱怨说你们这样会帮了中国，不是的，是在帮 WTO， 因为你不讲道理嘛。所以人家就去跟遵守 WTO 的国家来往嘛。其实越来越多这种 case 会越来越多了。那美国的大企业就会那边觉得失落，都没有人要理他，因为你这个国家就不遵守 WTO， 人家怎么跟你打交道啊？对不对？其实呢，像我们刚刚这边讲的这个欧盟依数位市场法，苹果是什么原因？苹果是因为你的 App 里面你一定要加入你的系统啊，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购买，它会有一些限制嘛。Meta 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一定要把你的资料给他，他要对你做行销嘛。那这些呢，欧盟就讲说这个就违反我的法令，所以我跟他罚钱，但就让美方觉得说这个叫做经济勒索。来请教一下岳老师。我今天看到美国贸易代表署以损害环境的理由。我以为我眼睛看错了，谁都知道这个全世界2次退出巴黎协定，拿地球的环境开玩笑的，就是川普啊！那居然还好意思讲损害环境，然后这一下子，我跟你讲啊，这个是我现在突然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站在理智上。不单单是把这个贸易的问题告到 WTO， 也把整个的话来破坏国际合作的关系告到联合国安理会，有190多国要开会。我现在发觉你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说，首先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国际政治哲学里面讲的就是现实主义。没有一个人会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你要指望谁跟谁变得特别好是不可能。但是美国这样子恶搞的结果，让大家发觉，如果你不靠国际公理，你根本无法生存。因为刚刚舰长也讲得非常清楚，你美国整天说谎，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那个整个国际的贸易的上层结构是契约关系，契约关系的上层结构是讲话算话，履行你的契约，这样大家才能够做生意。如果说讲话乱讲，开口闭口就是乱扯的话，那这样的话没有国际贸易。所以我说，不但是在联合国里面减一，在 WTO 里面减一，美国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情况，而且美国自己的内部会发生3种层次的大分裂。第一个，川普的内阁就会已经进行了大分裂啊，直接就是几乎要干架了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民主党看到机会牌太多，来不及发牌机会太多。另外的话呢，美国老百姓原来就是支持川普的人，跟现在还是很支持的，以及大家从头到尾就很讨厌他的人，也构成了大分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知道川普现在做了什么事？川普有2件事情，对外的话，俄乌冲突，大家都觉得非常诡异啊，就是把这个乌克兰搞得好像，就是我有的时候想到那个太空人回来以后，他上太空之前
去了8天，是那个侵略者是普丁，回来变成侵略者是泽连斯基，这个非常奇怪。然后在对内的时候，川普的炮开到哈佛去了，真的是我都是搞不懂。因为我就碰到一个我们同事，他是哈佛毕业的。我跟他讲说，你们学校被川普讲的罚这个钱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钱是影响，但是他完全不能够了解，哈佛是美国，你看对我隔壁坐的是耶鲁的，他们毕生的荣誉啊，现在居然说搞就搞。耶鲁是下一波，那就更惨了，那就更惨了，对不对？我也是读欧洲的名校，现在欧洲的目前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大家要记住。2020年的时候有中欧投资协定，经过7年的协议，终于签约了。那现在的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新能源车能不能卖到欧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欧洲人证明中国的新能源车非常好。今天得出来消息了，对不对？就是欧洲议会为什么要欧洲议会来谈？因为大陆不跟那个冯德莱恩谈啊。对不对？所以要让他来表现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的话呢，他们的整个新车子啊，什么新能源车能够在中国销售，这完全是美国促成的，美国一手促成的，对不对？美国自己在国内搞掉自己的王牌，在国际上的话呢，又没办法履行自己的承诺。我必须坦白讲啊，100天下来的话，川普是一事无成，而且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笑。我现在上这个政论节目，完全是拿着这种综艺节目的心情来上啊，就感觉上每件事情都非常好笑。好，从头到尾的话呢，在大家产生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发觉美国这不但是乱搞，就美国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打完了以后还要说自己没砸，没砸要继续砸。哇塞，这个没办法理解。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美国是得罪了多少国啊？最近的国家。几乎我们都分不出来的加拿大人，现在恨美国恨得一塌糊涂啊！卖国旗啊，说的话加货柜上面卖的东西都不能买美国东西。现在在加拿大的话呢，唯一政治不正确就是喜欢美国。所以这个 Mark Carney 的话呢，他讲说提前选举啊，就这种情况。好，来请教一下舰长。首先我要讲一下那个叫做欧洲的数位市场法罚金的这个东西。我今天一看，哇，罚这么多钱，我就立刻上去查了一下，我才发觉这是小儿科啊。这个 Google 曾经被同样的一个法律罚过，一个在2017年的时候罚了24.2亿，2018年的时候罚了43.4亿，远远在今天这个数字什么5亿啊、2亿之上。那个只要这么大的公司被罚，它基本上就是你不公平、你垄断什么什么的等等，然后他们都可以去打官司。在欧洲打官司之后呢，但是通常这种只要他对你欧盟对你提起的这种罚则之后，绝大部分去打官司的都输掉了，然后输掉完毕怎么办？乖乖的缴钱。所以 Google 这2笔钱全都缴清了。那你想想看，这是现在这个5亿、2亿什么的，当然你可以说正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关税这样子来？其实它不是，它就是希望这个数位的管制法能够公平，因为美国实在在这里面是独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全世界现在从2战以来，美国是这个世界稳定的基石哦。美国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国家！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觉得它太伟大了，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那美国一直在稳定这个世界，然后他也愿意去付出一些，好比说关税啦，去扶植一些落后的地区。那直到川普突然觉得我不想再去负担这个事情了，他想当老大，但是老大有些责任的，你知道，你要照顾这些底下的小老弟的。川普不想当，那。如果现在美国现在摆得这么明显，我不想再去好好的跟这个世界来这样的公平的往来，你是任何一个国家，你一定要去想，那我怎么办呢？那你去看看，当然就是美国的市场现在可能将来是很多变数了。这个市场不是关税多少，那个变数是最讨厌的。那除了美国以外，第2大市场是谁？就是中国大陆。那第3呢，就已经差得很远了。像 GDP 的话，中国大概是第3的德国或是日本的4倍左右，没得比。对啊，所以当大家所有的在想说，那我当然要把这个目标摆在中国大陆，而且你既然想摆在中国大陆，一定叫做先到先赢嘛，赶快去，是不是我们有什么都可以合作的？是不是你能买我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买的这个量，好比说牛肉，中国大陆每年就吃那么多牛肉，我这个纽西兰先跑去先给你卖了一个30%的牛肉，是不是我就赢了呢？后跑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卖，所以先到先赢，这个整个世界都在期望说能够跟他们这样的尽量的接近。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在想说，像中国大陆想要去免除这个关税战，想要再恢复到往日，就是说几乎是
照往日那样的话，几乎不太可能。但我今天看了一个东西，我又觉得说，其实我蛮安心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制鞋子的，它主要在代工，它一年大概生产800万。那他遇到这个问题，他怎么样去解决呢？他说了好几个方法。然后我才发现，这东西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们以前代工，他现在要做自己的品牌。他说，只要我做出自己的品牌，我就不怕这个关税，因为我可以以我的品牌在内销。好，比如说东南亚，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机会，这个商人会为自己找出路，他可能会找到另外一条活路。好，其实呢，现在大家都在讲说商人，好，商人现在其实是这个嗅觉会最敏感的，原因是一招这个命令就有可能上，有可能下。现在川普给你一个明灯啊，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见到他，叫做买川普币。来，现在川普币呢，随着他一直在讲他要弄加密货币嘛，结果暴涨了超过50%，而且你看看他还要设宴招待持币最多的220人，只有220人哦。这里面呢，前220人可以跟他一起呢来共进私人晚餐，前25人还可以去他的私人接待会，获得独家的白宫导览哦，这个都是跟川普第一亲这个面对面的接触。好，另一个部分的是什么？这上面呢有他的头像，当然因为他叫川普币嘛。比如说川普发的金卡，美国第一张的金卡签证，当时上面什么也有他的头像在那边，有没有？他那个时候拿出来说，一张呢1.6亿元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一些呢就是川普他喜欢的东西。所以现在你要投其所好，才有办法跟他聊天。果然最了解他的还是普丁。普丁怎么跟他谈的？普丁说：“你有没有看到这栋楼很漂亮？有没有？哎呀，我们一起来盖这一栋150层的摩天大楼，就叫它川普大楼哈 ，Trump Building。这个叫川普大厦莫斯科计划，要改善跟华盛顿的关系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盖大楼150层。你要真盖好，也不知道川普那个时候还是不是总统啦。但不管怎么说，川普已经讲了要帮我盖个大楼，我很开心哈。哪一天要剪彩的时候告诉我，我会去出席。投其所好，大家就在问，是不是因为这样两边才有办法对上，才有话能说。毕竟现在呢，白宫的讲法在俄乌和谈这一块，让乌克兰认为你还是美国嘛？你怎么好像都站在俄罗斯那一边？比如他要泽伦斯基让出克里米亚，泽伦斯基当然不要啊，这不就变卖国贼吗？结果川普在骂他说，都是你在煽动才会让战争无法结束，还说了，如果你不结束，你不接受这个和平协议的话，你们最后会失去整个国家，那都是你的问题，弄厉害耶。其实川普的这个讲法呢，就让大家问，是不是真的要跟他交手，真的要让他能够听得进去，你就必须要站在他那一边，讲他喜欢的话。像是当时马斯克他最喜欢戴的这一个帽子叫什么？川普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有没有？他还印在那上面去跟他开会。结果现在呢，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在那个小圈圈里面了吗？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传出了跟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两个人在吵架，甚至呢还说了这两个都是大富豪，上演了摔跤秀，吵到里面当时去这个拜访的意大利总理都有听到他们在吵架。那针对这件事情，有人去问白宫，白宫没有否认，白宫的讲法是说，川普团队都是对国家议题充满热情的人，所以他们讨论可能会很热烈是用这样子的讲法来讲这么一件事情。但马斯克现在内部为什么会一直被人家质疑他到底还不是在圈内？因为呢，他其实一直反对关税议题，所以呢，传出他在内部特斯拉开会的时候，他讲了是沉默10秒之后，然后说，我也只能从旁建议川普降低关税，我最多也只能这么做。毕竟他自己的公司现在明确的就是被夹在美中之间嘛，而且呢，稀土被管控之后，他的人形机器人现在也受到影响啊，也会做机器人，你也是要用到这一些稀土的原料，所以大陆确实会影响到它的事业以及它的这一些磁铁的运作的许可，这些其实都是美中之间的合作。他就说了，我也只能这样跟川普来对话了。中方其实现在呢做的是比较直接一点点了，你要长臂管辖，我也会，所以呢，他要求从我这边拿到的这个寒气稀土，你不能够出口给美国，而且呢，如果被发现的话，那我们也会直接的回应。那个部分是说，五角大厦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出来了。
超过78%的美军武器其实是仰赖中方的材料，美国海军呢只有超过91%，里面呢至少含有一种中国所进的稀土。换句话说，这一次你所进的稀土确实是他们包括了 F-16啦、F-35他们在制作的时候，还有飞弹在制作的时候都需要的。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上的话，美国五角大厦最近忙什么？有人媒体这样讲。在忙建化妆室啦，哈，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房长虽然说目前不知道说 Hexas 还可以做多久，但是呢，他在五角大厦休息室改了一个化妆室，耗资数千美元。他说已经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最低的成本，毕竟大家形象很重要嘛。但是到底他还能做多久？传出已经在物色新的人选了，主要就是泄密案的问题，现在都在查，内部呢对他也有很多领导的质疑，所以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从这个军事上面，然后到科技到财务上面，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川普他现在到底还稳不稳会存在一个质疑点，但川普他自己是觉得他很稳啊，毕竟他又再一次，这个其实就是每一次他喜欢用的手法，那个物以稀为贵，220人、25人来跟我吃饭。这个川普大楼的俄罗斯计划，2015年川普就试过了，那后来结果被调查嘛，就停了。对，因为他2016就当选了嘛。那现在是普京要盖了，要把那栋楼取为盖完川普大楼。对，那川普当然听得很高兴啦，可是不是川普去盖了，不是啦。对啦，普京他帮他对，盖嘛，是俄罗斯帮他盖了，但是要那川普大取他的名楼嘛字啦。我觉得我现在给我感觉了，白宫的政治啊，实在是一点那个新闻的管控都没有了，所以各种管道都在放话，所以哪一个是真的你都不知道了。比如说，你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那上次就是他又把那个新闻外泄到他跟他老婆的一个小群组嘛，还有他的亲密友人啊对对对，之类的，然后就说哎，这个家伙是不是要下台啊？那川普就说他做得很好啊，结果川普说他做得很好。现在消息又出来了，说在找人，对，就是常常有这种事，你知道吧？这个一定是这个政府的管理已经相当乱了，才会有这种状况啊。所以，比如说马斯克也是啊，实际上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啊，我才知道马斯克其实政府效率部做得非常糟糕，他大概所有的数据都要把它减个0啊。你就知道他夸大了什么程度。纽约时报直接一个一个跟他对啊，就发现都是吹牛啦。比如说他减了多少钱啊？对对对。那事实上是减了2000万，然后他就说成2亿这样，非常多的状况。是结果他的政府效率部最近就有好几个人要辞职嘛。然后为什么他很难做事？是。因为他如果要成为正式的主管，是，那要符合联邦政府的用人的方法，那有法律规定的，他不愿意嘛，那不愿意就只能当顾问，是，那你只有当顾问，我贝森特为什么要听你的？财政部长那上次2个人就因为那个国税局的人事案就吵起来了，那听说2个人3字经出啊都出来了，结果刚好门洛尼就坐在旁边所以门洛尼就好几个镜头嘛，我以为是门洛尼对川普的镜头，我现在才知道不是，原来是听到2个男人在吵架，而且听说2个人很幼稚啦，互骂3字经，然后你骂我3字经，我就说大声一点啊，大声一点啊，然后又用胸肌2个人互撞，用胸肌在那边互撞，这样。难以想象啊，很难想象哦。难以想象，美国白宫里面的一个场景，他的这个等于第一顾问，然后跟他的财政部长2个就这样吵起来了。到底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说。真的是吗？好，我们刚刚讲到马斯克，他当时呢进到白宫里面当顾问的时候，他们领帽子上面写什么？写说川普每件事都是对的，大家就会想说，他真的很懂川普。但现在好像有点 outside of the circle， 来请教一下苑老师。我跟你讲啊，这个川普啊，他本身啊，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爱听好话了。
人家拍马屁的人呢，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啊，马屁这么容易拍的啊！你看，从李维特开始到马斯克啊，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讲哇，最恶心的就是那个海格塞斯啊，讲到川普哇不得了，好像天纵英才啊，这个美国喜获贤君的这种感觉啊。美国真的是说句良心话了，美国真的选出一个又笨又坏的人啊！这个讲这个话当中的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蛮难过的，因为刚刚舰长也提到了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美国是个何等伟大的国家。我这边要强调啊，就是美国本身啊，谁要花500万去搞那个什么这个金卡这个简直是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再花5万块就可以生个小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了，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100倍以后这个情况？另外，我觉得川普币啊，说涨50%，前面220个人要邀请参观白宫，我都很怀疑。我为什么会怀疑？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统统面对一个说谎的人讲任何事情，我都很怀疑。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自己大家要了解，因为川普本身呢，就是面对这个普丁啊，普丁在耍他，根本就耍他啊！你现在大家打开新闻一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诡异啊，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啊。是，现在居然就是在川普的眼光当中的话呢，你乌克兰不是侵略者，你要停止侵略。然后呢，克里米亚什么的啊，现在普丁本身呢，从头到尾，人家大楼取名，过2天去盖完以后，你不当总统，你再换个名字吧，那就是行了，根本都没有，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耍他。所以我刚刚在强调啊，这个 Jeffrey Sachs 他里面讲啊，就是说美国人都在玩那个扑克牌，俄罗斯在玩西洋棋，中国在玩围棋啊，所以大家一下子就比较的高下立判啊。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说良心话，真的是天佑中华啊！现在我们的太极推背图丢掉了，应该捡回来看一看。中国的命运怎么变得这么好啊？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费多少心力？你要等到多久？美国才选出这么一个玩意儿来？在内阁当中，贝森特跟马斯克用胸顶来顶去，这个你想到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这好像是打泰拳还是什么玩意儿？这简直是荒唐到极点呢！这些大人物，他们2个都是亿万富翁啊，对不对？那亿万富翁你顶什么东西呢？你一顶坏了还得了啊？出现这种结果。好，我们先进广告哈，等等回来请舰长帮我们总结。马斯克。节目最后，请舰长帮我们总结。我们刚刚都提到说，他们2个的内阁在这里撞来撞去，我们觉得很可笑。其实你了解川普的用人，就会觉得这几乎都可以是预料到的。川普用人非常奇怪，他很喜欢用大商人，就是很有钱的人这样进来。他第一次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内阁号称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钱的内阁。这一次第2次他变本加厉。好比说他这一次所任用的人里面，那马斯克你根本不必讲，他4000多亿美金的。超过10亿的他的阁员我不是说他在从政很久超过10亿，他根本就是一个商人这样子跳进来的。我说给你听有哪些人第一个就是他的教育部长、商务部长、NASA 的行政主管、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还有2位总统的顾问，通通是超过10亿的。然后这一次不是去协调俄乌战争的那个中东特使吗？他也是一个标准的商人，他是一个做这个那个叫什么房地产的。